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小婢子出身低贱，轻狂骄纵，咱们要不好好管教她，哪日非仗着皇上的恩宠飞上天了？胖妮继续讲《如懿传》，童瑶是胖妮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，但你要是说她在《如懿传》中扮演的高贵妃是小可爱，妮子是不同意的。虽然对于皇上来说，她是一个长相漂亮又会撒娇撒痴的嫔妃，对皇后而言，她是一个乖巧灵动的妾室；对金玉妍来说，她是一个外强中干、战斗力很弱的纸老虎；甚至对于高贵妃身边的宫女和太监来说，她也只是一个惩治下人的时候雷声大雨点小的任性主子。但是这些都并不足以说明高贵妃的无害，毕竟皇上是紫禁城的天，皇后是妃嫔们的领导者，金玉妍有御史一族做后盾，就连身边的宫女太监也是高贵妃行走紫禁城的辅助。当一个人畏惧于他人，忌惮于他人，有求于他人，他展现出的往往是人性中的高处，而这高处对于评判他的道德水平来说，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知否中，明兰曾说过，与人相守，看的是最低处。夫妻之间的相守如此，紫禁城中的妃嫔之间相处也是如此。高贵妃的人性中，最低处在哪里？就在她对海兰的态度里。虽然高贵妃最恨的是如懿，但如懿出身大家族，又有皇上的宠爱在身，因此在如懿入冷宫之前，高贵妃对如懿是有忌惮的。海兰就不一样了，她出身寒微，全无靠山，是一个真正的弱者。伤害海兰对于高贵妃来说，需要付出的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前期的海兰对于高贵妃来说，也是一个真正的无辜者。她虽与如懿交好，但善良胆小，几乎不会给如懿出什么主意。面对皇后，高贵妃甚至金玉妍，她从来头都不敢抬，也不顶嘴。每次看到皇上，海兰总是惧怕，争宠更是谈不上。按道理说，高贵妃不喜欢海兰，可以将她远远地打发了，没必要留在跟前碍眼。但是她不，她偏要把海兰留在咸福宫的偏殿，屋内布置的连下人也不如，隔三差五叫过来训斥几句，取笑一番。当年你是怎么趁皇上酒醉勾引，又和贤妃勾结成了皇上的侍妾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可如嫔妾不敢。得了，西边的屋子赏你了。主儿，这屋子西晒，夏天热得很，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，怎么住人呢？高贵妃这么做，分明已经不把海兰当成一个人去尊重，而是看成一个物件去玩弄，看成一个出气筒去发泄情绪。如果说这样还不足以证明高贵妃的不善良，那么后来她冤枉海兰偷炭，却真的称得上是心思毒辣。谢谢，谢谢，我没有偷盗，我知道。贵妃娘娘，嫔妾没有偷盗，嫔妾。主，海兰，海常在。虽然这件事是由金玉妍挑唆的，但是大雪天里把人扔在雪地上扒衣服，用竹板抽打脚心，这些搓磨人的手段，可都是高贵妃自己命令宫人实施的。如果那天不是如懿听到消息之后冒死护着海兰，如果不是索性机灵去禀告皇上，如果不是李煜冒着被师父惩罚的危险传递消息，海兰多半难逃一死。站在海兰的位置上想一想，她何其无辜。她本是一个绣娘，只因为长得漂亮被皇上看上，就被纳为嫔妃。对于皇上，她一无真情实感，二无攀附之心，故而不想争宠，不愿侍妾。本想着平平安安老死宫中也就罢了，没想到还要遭受高贵妃对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，险些被折磨致死。如果你是海兰，你不恨吗？你会不会认为高贵妃是这宫中最坏的女人？当然，还有些观众认为高贵妃可爱，可能是因为相比于阿若的卑鄙，金玉妍的阴险，魏燕婉的无耻，高贵妃起码什么都挂在脸上，不会暗地里使坏。再者，她被皇后
太后算计了一辈子，直到去世也没生出孩子，的确可怜。然而，这只能说明高贵妃不够聪明，在能力上有欠缺，并不能说明她的底线比别人高。还是那句话，看一个人性格中的最低处，不要看他如何对待亲人、朋友以及有利用价值的对象，也不要看他如何对待仇人，就看他怎么对待那些霸凌成本极低的无辜者。因为一个人在失去约束、全无因由的情况下表露出来的样子，才是他本来的样子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《如懿传》中的高贵妃哪里可爱了？一个毒妇罢了。